欢迎收看快乐故事会，精彩故事现在开始。张云欣并没有发现我在跟踪他，他先是站在路边看了一会儿手机，看样子好像是在等什么人。几分钟后，他转头朝着新川公司旁边的一栋高楼走了进去。我仔细一看，华谊酒店。这礼拜五的大下午，正是工作时间，张云欣为什么走进了一间酒店？而且这还不是他住的那家酒店。我上次送他回去过，知道他住在哪里，所以他这会儿突然跑到新川公司附近的酒店来干什么？我脑子里顿时一种不好的联想，但我很快就鄙视了自己。或许我不应该把人想得那么龌龊。他来酒店说不定是为了开会或者参加什么活动呢。酒店又不是只能开房睡觉的地方。我对自己安慰道。我马上迈步跟了过去。确定大堂里已经看不到张云欣的身影，这才快步走向前台。我故作镇定地问前台服务员：“你好，我是过来开会的，请问你们会议室在哪层？”“啊，女士，您弄错了吧？我们这边没有会议室。”前台服务员一头雾水。我愣了下，改口：“不好意思啊，那应该是宴会厅吧？就是今天在你们这边办的那场活动，马上要开始了，我找不到在几楼。”“女士，今天我们宴会厅没有接活动哦，您可能是走错了。要不您再跟您的朋友确定一下地点。”“这样啊。”听到前台服务员的回答，我心都凉了半截。既没有活动，也没有会议，那张云欣打扮得这么漂亮，总不能只是来借洗手间的吧？想到剩下唯一一种可能，一阵莫名的刺痛在我的心脏上反复的折磨，但我还是不甘心。就算是死，我也要死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于是，我在酒店大堂找了个不起眼的位置，点了杯咖啡坐下来，随便找了一本杂志，刚好能挡住我的脸。杂志里那些身材曼妙的模特，我一个都看不进去。我的视线透过缝隙落在门口，我死死地盯着那扇门，只想看一看等下新川到底会不会从那里出现。可生活往往都是这样，你越是害怕会发生的事情，就一定会发生。没错，十几分钟后，我终于看到了走进大堂的新川。看起来他应该是从公司匆匆赶过来的，右手的袖口还是挽起来的状态。他平时写字怕弄脏袖口，所以一直有这个习惯。也许家人有约让新川太过迫不及待，他走进大堂后根本就没有往我这边看，径直朝着电梯厅赶了过去。这轻车熟路的架势，看来应该已经来过不少次了。我心里又是一阵刺痛，好像一双无形的手拉扯着我的心脏，活活把它撕成两半。我嘲笑我自己，到底还在期待着什么样的侥幸？那么多的证据，一次又一次地砸在脸上了，为什么就是不肯接受事实？早就该把头上的绿帽子戴稳了。我苦笑着对自己说。行车记录仪装上之后的几天，我一直在紧盯着新川的动静，可是始终没有再看到张云欣的身影。一连3、4天，新川除了正常开车去见客户，还有偶尔会到车上躺着休息一会儿之外，根本没有用车载过任何异性。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已经发现我在车上做了手脚，所以刻意不让张云欣上他的车。问题是，我不仅能看到车里，也能看到车外的情况。他这些天去了哪里，我一目了然。那我意外的是，他这几天根本就没有去见过张云欣。自从上次我发现他们一起去了酒店后，两人就再也没有见面。至少张云欣的身影再也没有在新川的车周围出现过，也没有在私家侦探的镜头里出现过。我不让新川回家，新川便一直待在公司，除了偶尔去拜访客户之外，他基本没怎么动过车。透过摄像头，我能看见新川肉眼可见地消瘦了许多。他本来就不胖，经过了这几天，整个人看起来都快要瘦脱相了。加上深陷的眼窝和下巴上杂乱的胡茬，我甚至有些担心他会不会走在路上忽然被警察叔叔抓走，怀疑他吸毒，让他去做尿检。接连几天的一无所获，也让我十分沮丧。婚姻的变故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件沉重的打击，我这些天根本无心工作。
每天除了抱着电脑盯着摄像头的实时画面之外，剩下的时间就是一遍又一遍地追问私家侦探，问他有没有拍到什么有用的照片。我实在是太想早点让这件事情画上句号了，几乎快要疯魔了。为了别把自己逼疯，我终于决定出门一趟，散散心。我煲了一盅汤，仔细打包好，带到疗养院去探望妈妈。疗养院环境清幽，让人心情也变得平静了不少。看到一对牵着手在园区里散步的老夫妻，我心下忽然无比羡慕。我曾经憧憬着我和新川的晚年生活也能一起坐在公园里牵手看夕阳，可现在看来，这大概只是一个可笑的幻想罢了。我苦笑着摇了摇头，把那些不切实际的念头从脑子里扔出去，随后快步往楼上走。然而，我怎么也没想到，我竟然会在这里见到我这几天在镜头里一直没等到的人。阿姨，这人参果是我家里人从老家寄来的，您多吃点，对身体好。站在妈妈的房间门外，我一时有些怀疑自己的耳朵。我居然在这里听到了张云欣的声音，她怎么会来这里？我脚步顿在原地，没敢往里走，竖起耳朵仔细听着。只听我妈妈亲切地对张云欣说：“哎呀，你每次来看我都带这么多东西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让你破费了吧？只是一些水果，不值什么钱的，最主要是对您身体好。”张云欣的声音还是和从前一样温柔，虽然我没有看到里面的情况，但我脑海中已经浮现出了她那招牌式的甜美微笑。我皱了皱眉，基于之前的蜂蜜水事件，我心里惴惴不安，生怕张云欣会在给妈妈带来的水果里做什么手脚。我和她本来就交往不深，她无缘无故突然来探望我妈妈，这件事情就已经很可疑了。听妈妈刚才的话，这好像还不是第一次。我心里越发警钟大作，事关妈妈的安全，我顾不上那么多，立刻打算推门冲进去。可随即我就听到里面提到了我的名字：“哎，你可真是个好姑娘啊！要是我们家江安也能有你一半懂事贴心就好了。”妈妈叹了口气。张云欣笑了笑：“怎么会呢？江安她那么优秀，您应该为她骄傲才是。有什么可骄傲的？小姑娘家家，整天大大咧咧，粗枝大叶。要是她能像你这么温柔细心，我就能少替她操点心了。”听着房间里的对话，我心里越发不是滋味。我也不是第一次听妈妈数落我了，可偏偏这次是在张云欣的面前，我心里就像被一块大石头堵住了一样，闷得难受。我不知道自己这种时候是否还应该冲进去，刚才紧张的心情变得五味杂陈。这时，我又听到妈妈的声音：“对了，囡囡啊，你一会儿走的时候帮我把痰盂倒一倒。那小王早上马马虎虎的，又给忘了，妈妈叫的是对我的昵称。他这是老年痴呆症又犯了，把张云欣认成了我，所以才会使唤他去倒痰盂。他腿脚不好，有时候入夜腿疼的不行，根本走不了几步路，只能在床边用痰盂方便，第二天早上再让护工帮他拿去倒掉。老实说，听到妈妈让张云欣帮他倒痰盂，我心里多少有点幸灾乐祸。抱着看热闹的心情，我没有进去，只是把门推开一条缝，偷偷看了看张云欣的表情。张云欣今天打扮的也是漂漂亮亮，和那个又脏又旧的痰盂搁在一起，怎么看怎么违和。只见她看着地上脏兮兮的痰盂，一脸为难，迟迟下不去手。那嫌弃的表情，隔着几米远我都看得清清楚楚。像她这种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，大概这辈子都没有干过这种端屎端尿的事。而且眼前的人只是个跟她非亲非故的老人，就算她表面上对我妈妈再亲切，心里也不可能迈得过那道坎。我躲在门后偷着笑了一会儿，终于还是推门走了进去。这种事情我来就好。我看向张云欣：“不好意思啊，我妈妈她年纪大了，把你认成是我了。”没事的。见我忽然出现，张云欣看起来似乎有点紧张，但她脸上紧绷的神色只是一闪而过，很快就被招牌式的微笑取代。上次的事情，我有点担心阿姨的身体，所以过来看看。明明我一句都没问，张云欣就主动解释。我总觉得
他好像有点心虚，但我没有说穿，只是笑了笑，谢谢你。我平时工作也忙，没什么时间过来陪他。你能来看他，陪他说说话，他一定很开心。张云心像是在想着什么，敷衍地应了一声，便着急要走。既然你来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等下，我马上叫住他。听到声音，他怔了怔，伸出去正要拿包的手轻轻一颤。我敏锐地观察到这细微的动作，心里越发生出几分怀疑。我还是镇定地笑着，对他说：“我送你出去吧，顺便有些事想问问你。”我放下东西，送张云心下楼。站在电梯里，气氛略显微妙。我不知道上次在西餐厅的那场争吵，新川有没有告诉过张云心。我猜他已经知道了，不然的话，他就不会表现得这么紧张。张云心刻意回避着我的视线，他拿着手机拨弄了半天，看起来一副很忙碌的模样。可我瞥了一眼，见他手机上显示的一直都是桌面。他低着头，快要把手机桌面划烂了，大抵实在忍不住了，才终于开口问我：“江安，你刚才说有事想要问我？”我点头，却只是说：“我听新川说，你们公司最近在做一款新型的药物研发，可以治疗失眠。”说话时，我仔细观察着张云心的表情。我并没有打算这么快就跟他撕破脸。我故意提起那种药，想看看他会是什么反应。果然，下一秒我就看到了他脸上的微笑不自然地僵住。他没有马上回答我的问题，犹豫了一会儿，像是在考虑什么，或者是说，更像是在想该怎么编借口。片刻后，他语气为难道：“是的，不过这种药现在还在研发阶段，并没有确定可以投入使用。你忽然问我这个，是为了……那真是可惜。我本来还想问问你，像我妈妈那种情况，能不能用你们的药？阿姨看起来身体挺好的，如果失眠的情况不是太严重的话，还是建议不要让她吃药。毕竟，精神治疗类的药物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对人体有害的成分，是吗？”多么讽刺的一句话呀！我真想问问他，你既然知道是要3分毒，却还要让新川往我的水里下药，该不该算是司马昭之心？可我最终也没把这话说出口，只是笑了笑。谢谢你的提醒。这时，张云心大概也意识到刚才的话是我的试探，连忙补了一句：“不过，我们这个项目已经非常成熟了，比起市面上其他的安眠药，我们的研究对人体的损害会降低很多。我想，用不了多久就能获批上市。到时候，如果阿姨真的有需要的话，你可以随时联系我。”我没再说话，只是送张云心走到疗养院的大门口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提起了那药的缘故，本就微妙的气氛变得越发紧张起来。快要到门外，张云心转身对我说：“你快回去吧，我叫个车走。”看他迫不及待想要离开的样子，我又多问了一句：“你男朋友不过来接你吗？”他还在加班，没时间。他答。闻言，我趁机问他：“那不如我送你吧？你现在要去哪？”“不用不用，你才刚过来，还是先陪阿姨吃饭吧。”张云心连忙摆了摆手：“我就去前面吃个饭，打个车几分钟就到了。”约了人？约了个朋友一起吃饭。我明明只是随口一句闲聊的话，却让张云心的脸色倏地变得僵硬。见状，我脑子里顿时就想到了新川。我没有追问，只是笑笑：“那你快去吧，一会儿要到晚高峰了，别再遇上堵车就不划算了。”好。几句看似十分寻常的道别后，我看着张云心坐进了出租车。而此时，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的都是他刚才那些紧张局促的反应，明摆着一副做贼心虚的模样。送走张云心，我马上拿出手机查看了新川车上的行车记录仪实时录像。好巧不巧，车正好行驶在路上。通过画面里的街道标牌，我一眼就看出新川的车正在往疗养院这个方向开，确切地说是往疗养院附近不远的喷泉广场。看到新川把车开进喷泉广场的地下停车场时，我几乎已经肯定了自己的猜测。刚才张云心说他约了人在附近吃饭，
而新川也碰巧来到了疗养院附近唯一一家大型商场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不言而喻。我随即开车追了过去。刚停好车上楼，就看到了张云新的身影。他和他的那位朋友一边聊天，一边穿过商场。单看背影，这组合男帅女美，天生一对，不愧是我上学时真情实感磕过的 CP。我想，如果那男的不是我老公的话，这画面一定会更加和谐。是的，张云新约好的那位朋友，就是我那还没来得及离婚的老公新川。大抵是聊得太投入，他们并没有发现我，很快便并肩走进了一间餐厅。餐厅有一面朝向商场内的玻璃墙，透过玻璃墙可以看见里面的情况。我马上走进餐厅对面的咖啡厅，选了个合适的位置，观察着餐厅里的动静。很可惜，新川和张云新并没有选靠窗的座位。我隐约看到他们穿过餐厅走廊走到了里面，然后便什么也看不见了。接下来的1个小时里，我端着一杯咖啡，坐立难安。我明知道那对狗男女现在就在餐厅里，可我却什么也做不了，只能干等着。上次我撞见新川和张云新去酒店开房的时候，我心里又慌又乱，什么也没做就直接逃走了。这次我不想再这么窝囊了，就算不能像电视里演的那样冲上去抓他们个现行，至少也得找机会拍几张能让我打赢离婚官司的照片才行。我心里暗暗决定。不过眼下他们还在餐厅里，想来也做不了什么，所以我必须耐心一些，等他们吃完饭，说不定就干柴烈火，一触即发了。等他们吃饭的时候，我给之前找的私家侦探发了条消息，问他有没有空现在过来一趟。私家侦探说那是另外的价钱，现在是他下班时间，他还得陪女朋友去看电影。祝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，别走上我的老路。私家侦探虽然人没来，但还是很敬业的远程指导了我几招。他说捉奸这是最主要的就是时机，一定要等房间里边的2人都脱光了再进去，不然什么都拍不到，场面很容易尴尬。我想了想，问他非得冲进房间去吗？有没有稍微婉转一点的办法？毕竟上都上去了，总不能拍完照就走吧。老话怎么说的？来都来了，高低得说2句。可我这人吧，吵架不太行，我怕到时候没带帮手，吵不过他们。私家侦探过了一会儿回复我，不上楼也行，如果能拍到他们在酒店大堂腻腻歪歪的镜头，一般来说也能凑合用。我懂了，谢谢大佬。我总结了一波，私家侦探和上次陈飞扬说的话都差不多，反正重点就是要拍到对方的亲密举动，至于场景，只是作为一个加分项。我思来想去，还在犹豫着到底该不该一鼓作气捉奸在床，把他们钉死在偷腥的耻辱柱上。还没等我想出结果，那2人已经从餐厅里走出来了。可让人失望的是，他们根本没有什么亲密举动，别说亲密了，连个手指头都没碰上。从出现在我视线里的那一刻起，新川和张云新之间就保持着一段恰到好处的距离，既不显得疏远，却也不显亲密。2人有说有笑，朝着商场大门走了出去。见状，我连忙起身跟着他们，想看看他们到底会不会走进旁边的酒店。然而走出商场，只见新川抬手就拦了一辆出租车，目送着张云新离开。我顿时大失所望，搞什么呀？居然真的只是吃个饭就完了？我心下直呼离谱。可转念一想，等等，我现在是在期待着我老公去跟别的女人开房吗？这事情怎么好像不太对劲？我皱了皱眉，还来不及多想，一抬头就看到新川转头朝我的方向走了过来。我猛然被吓了一跳，难道他刚才发现我了，所以才先送张云新离开？我手忙脚乱地躲进了一间服装店，一颗心扑通扑通狂跳，忽然感觉自己才像那个心虚的贼。我躲在服装店的货架后，偷偷摸摸看着外面。服装店的店员用奇怪的眼神打量了我好几眼，估计担心我是个偷东西的扒手，
属实是想多了，哪有这么明显的扒手？从货架的夹缝里，我看到新川往服装店门口经过，径直走了过去。他一边走一边在手机上打字，不知道在和什么人发消息。看起来他似乎并没有发现我，我这才松了一口气。等了一小会儿，我走出服装店，四处环视着寻找新川的踪影。几分钟后，我在一家花店门口看到了从店里走出来的他，手里还抱着一大束红玫瑰。看到那束花，我心里倏地一紧。红玫瑰这种花应该是毫无争议的情人之花了，反正我是从来没听说过有谁会把这种花拿去送朋友、送老妈的。那么新川买这束花又是要送给谁呢？我不得而知。我忽然想起我和新川刚在一起的时候，那时我总是半开玩笑地向他抱怨，说他从来没有送过花给我，可能是被我缠得烦了。有一天他主动问我喜欢什么花，我说红玫瑰。新川毫不留情地笑话我，说我怎么喜欢这么俗气的花。我白了他一眼，俗气怎么了？爱情本来就是这么俗气又直白的东西。从那之后，新川开始学会了给我买花。他偶尔会在下班回家的路上，顺路买一支红玫瑰带回来给我，2块钱一支的红玫瑰，能让我开心好几天。他又笑话我，说我怎么这么容易就满足了。我说你不懂，让我开心的不是红玫瑰，是被人放在心上的踏实感。新川抱着那束红玫瑰站在花店门口，迟迟没有离开，像是在等什么人。我看着他，看着他手里的花，眼眶又开始发酸。这时，我口袋里的手机突然不安分地响了起来，是陈飞扬打来的电话。我接起电话，就听到他着急的声音：“江安，你现在有时间吗？我想请你帮个忙。”“怎么了？”“你慢慢说。”我问他。陈飞扬解释道：“是这样的，我今天出差在外面，刚才看家里的监控，发现我养的猫好像吃坏什么东西，已经吐了好几次了。我现在正在往回赶，但它的情况不太对劲，从几分钟前就躺在地上不动弹了。我实在太担心了，所以能不能请你去我家帮我看一看它，带它去趟宠物医院？可我现在我知道这有点突然，但我在这边实在是不认识其他人了，想来想去只能拜托你了。那七七呢？要不你问问他，他现在跟我在一起，我们在临市，最快也要1个小时才能赶回去。”陈飞扬在电话里语气急切，听得出来他此时着急的心情。虽然我没有养宠物，但我很能理解他。有的人把宠物当成是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，孩子出了事，做家长的肯定是心急如焚。想到陈飞扬上次帮过我，而且这事还关系到一条小生命，我没有犹豫，马上答应道：“好，那我现在过去。”“真的吗？太谢谢你了。我把我家的地址和门锁密码发给你，我尽快赶回来。”“没什么，你别着急，我先过去看看。你们开车注意安全。”“好。”电话刚挂，我就收到了陈飞扬发来的地址和密码。情况紧急，我没办法继续跟踪新川，只能先去陈飞扬家。我正要走的时候，看到花店店员又捧了另一束花出来，交到了新川的手里。我连忙停下脚步，想看仔细些，但新川已经接过了花，往另一个方向大步走远了。赶往陈飞扬家的路上，我脑子里一直乱糟糟的在想着新川手里的2束花。他为什么买了2束？他究竟要拿去送给谁？我没看清楚第2束是什么花，只记得不像红玫瑰那么鲜艳。浅色的会是百合或者香槟玫瑰吗？那种淡雅高贵的风格倒是很适合张云欣。可如果那束是给张云欣的，那红玫瑰又是送给谁的？我想我已经猜到了答案，但这答案让我感到恶心。15分钟后，我赶到陈飞扬家，一开门就看到了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猫咪，还有它吐在地上的一片狼藉。我立刻把猫咪送到了最近的宠物医院。检查过后，医生说猫咪可能是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，必须马上洗胃，也许还能有救。我没养过猫，
也不太懂医生说的一些专业术语，只是连连点头答应着。好好好，怎么样都行，拜托您一定要救救他。不知为何，对医生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忽然觉得有些熟悉的感觉，好像之前也曾经历过相似的场景，可我想不起来。大抵是电视看得太多了吧，我猜。医生刚把猫咪带走，陈飞扬就赶到了医院。明明是冷得打颤的冬天，他头上却挂着豆大的汗珠，看得出是停好车就一路跑来的。豆包没事吧？他一开口就焦急地问我。我愣了一下，才反应过来豆包应该是猫咪的名字，连忙把刚才医生的话151转述给他。你别担心，医生说了，送来的还算及时，应该不会有事。谢谢，麻烦你了。陈飞扬扶着墙，喘得上气不接下气。听说猫咪不会有事，这才腾出手擦了把汗。我往他身后看了看，问他：七七呢？怎么没跟你一起？哦，他今天身体不舒服，我把他放在地铁站，让他自己回去了。好吧，我有点小失望。本来还想正好可以跟闺蜜吐槽一下今天发生的事。看了看时间，我起身对陈飞扬说：既然你到了，那我就先走了，家里还有点事。这么着急吗？还想一会儿请你吃宵夜呢。陈飞扬担心地往里看了一眼，今天可多亏了你，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小事不用这么客气，我摆了摆手，苦笑。再说我离婚那事还得麻烦你呢。说起这个，你上次说你有办法拿到新川出轨的证据，有进展了吗？暂时还没，不过快了。想到今天新川买的那2束花，我不自觉地垂下了眉头。陈飞扬也看出我脸色不太好，没再多问什么。告别了他，我自己开车回家。路上，我又查看了新川的行车记录仪，不出所料，他也正在回家的路上。回到家，屋里的灯是亮的，那束红玫瑰安安静静地躺在沙发上，像它花枝上的刺一样扎眼。我没看见新川，只听到杂物间里有些哐哐当当的声响。我换了鞋往里走，轻手轻脚。你在找什么？我的突然出现吓到了新川，他正站在椅子上，在柜子里翻找着什么。听到我说话的声音，吓得他差点从椅子上掉下来。他面色紧张地把手上的东西塞回柜子里，从椅子上跳下来，一边和我搭话：安安，你晚上去哪了？我一直在等你。去了趟疗养院，我不露声色转身返回客厅。新川关好杂物间的门，跟了过来。妈身体还好吗？挺好的。今天吃饭的时候，张云新没跟你说吗？安安，我没有隐瞒，今天看到了新川和张云新在一起吃饭的事。被我这么一问，新川显然有些措手不及，面露局促。我没有给他缓和的空间，继续质问他：张云新为什么会去疗养院？你们到底想对我妈做什么？安安，你误会了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那是什么？你解释给我听啊！新川总是说我误会了他，可每次让他解释，他却说不出话来。我冷笑一声：新川，我警告你，你们要是敢伤害我妈，我就算是死也不会放过你们。安安，你别这样。哪样？我们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谈一谈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不假思索。我从来没说过不愿意跟你谈，可你想好要用什么借口来骗我了吗？说话时，我自顾自在单人沙发上坐下，离他和那束扎眼的玫瑰远远的。听到我的话，新川沉沉叹了口气。他捧过那束花，双手送到我面前，单膝跪在我身边。安安，你听我说，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，对我也有很多误解。我答应你，你想知道的那些事情，我一定会151向你解释清楚。但请你给我一些时间，好吗？你看，这是你最喜欢的花，我特意买来送你的。还有，你之前一直说想跟我去海边度假，我已经跟公司提交了休假申请。等我的假期批下来，我就带你去三亚，或者去巴厘岛，你想去哪都可以。新川说话时语气温柔仔细，小心翼翼，那双含情脉脉的眼睛热切地看着我，
像是一汪春水般，随时可能让我沉溺其中。不得不说，他长了一张格外精致好看的脸。过去这些年，每次他惹我生气的时候，我只要看着这张脸，都舍不得对他发脾气。我曾经跟他开玩笑，说他就像一只南狐狸精，勾死人不偿命。我万万没想到，那时的一句玩笑话，如今竟成了真。现在他是真想要我的命。新川，你不觉得自己说的这些话很可笑吗？我冷漠地看着跪在面前的男人，话里不带一丝感情。虽然我爱惨了他，可我的脑子还没丢。现在的情况是，他和他的白月光联手往我的水里下药，想要害我，被我发现了还死不承认，说什么可以解释，但需要一些时间。这种鬼话，连幼儿园的3岁小孩都不信，居然还想用一束花和一场旅行把这件事情敷衍过去。天知道，我要是真的跟他到了巴厘岛，会不会被他直接推进海里淹死？见我完全不吃这一套，新川苦涩地皱眉。他张了张口，欲言又止，什么都没说出来。我最烦的就是他这种性格，3棒子打不出2个屁。有时候明明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事情，非要憋在心里藏着，好像这样能显得他更成熟似的。行，既然他什么都不肯说，那我就自己问。之前那药和衣服你都解释不了，那这花你总能解释一下吧？花，新川还不明白我在说什么。我直截了当问他，另一束花去哪了？安安，别墨迹，我问什么你就答什么。很显然，新川很意外我为什么会知道他还买了另一束花，但他很聪明，想了想便都明白了。安安，你跟踪我？我只是碰巧去喷泉广场买东西而已，我没说实话。新川大抵已经看出来我在说谎，但他没有戳穿，毕竟理亏的是他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才开口回答我刚才的问题。那束花只是买来送给朋友的，你别误会。什么朋友？我不依不饶，大学同学，还是初恋情人？安安，我和张云欣之间真的清清白白，什么关系都没有。那束花不是给他买的，上次的药也不是为了要害你。我们已经在一起7年了，你相信我一次，好吗？在我咄咄逼人的攻势下，新川终于还是急了。他把怀里的花扔在一边，一把抓住我的手，紧紧揪在一起的眉头几乎拧成了麻花状。触到他眸中的恳切，我本以为已经彻底麻木的心脏，竟然还是一阵酸涩。我连忙甩开了他的手，仓皇地起身从他面前逃开。好，那你告诉我，你买的那束花到底送给了谁？一个同事，你不认识。他生病了，所以我去医院探望了一下。这次新川没有再支支吾吾，可他此时的直爽和刚才的犹豫对比，却显得越发令人怀疑。我本想继续追问，可他没有给我开口的机会。我猝不及防地被人拉进了一个温暖而无法挣脱的怀抱中，听到新川低哑的声音带着一丝哽咽落在我耳边：安安，我知道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让你误会了很多，但请你相信我，这一次我会想办法尽快处理好所有的事，然后把你想知道的事全都解释给你听。我做的这些都是为了我们以后，为了我们能够好好的。够了！我用尽了全力，终于把新川推开。他话还没有说完，踉跄了几步，差点摔倒在地。他抬头看着我，那双布满红血丝的眼里写满了委屈和无助，而我只是别过头不再看他，指着门口厉声大斥：出去！我现在不想再看到你。听到我再一次的驱赶，新川僵硬地怔了几秒，终于还是拿起外套离开了家。他走的时候，我看到他颓然无力的背影，心里一阵说不出的难受。这天晚上，我把自己裹在被子里大哭了一场，哭的是我悲哀的婚姻，更是我不坚定的意志力。是的，我必须承认，在今晚面对新川的时候，我不止一次差点心软了。当我被他熟悉的怀抱拥在其中，听着他恳切的哀求我相信他一次的时候，我几次忍不住想要点头。我对他那盲目而热切的爱，在我的脑子里与我仅剩不多的理智顽强对抗，最终两败俱伤。第2天中午，
我顶着一对肿得像2个核桃似的眼睛，被电话吵醒。我迷迷糊糊地接起电话，外卖小哥说我的餐已经放在门口了，还祝我用餐愉快。我一头雾水，我什么时候点了外卖？难道是梦游了？我揉了揉眼睛，艰难地从床上爬起来，想看看我到底在梦里给自己买了什么好吃的。打开门，一份我最喜欢的那家小馄饨端端正正搁在门口。我坐在沙发上，看着这碗从天而降的小馄饨，缓了半天才反应过来，这应该是新川帮我点的。之前新川出差的时候，总是担心我熬夜赶稿，隔天起不来吃午饭会胃疼，所以每次都掐着点帮我叫好外卖。而我每次都一边因为起床气打电话埋怨他，一边把热腾腾的午饭送到嘴里，然后抱着暖乎乎的胃继续补觉。这些琐碎的小事，平时总觉得不值一提，可现在想起来，却变成一根根尖锐的细针，扎进我心脏上最柔软的地方，害得我不争气的眼泪又掉了几滴。打开外卖盒，我犹豫了一下，我心想，这外卖是店里做的，骑手送的，压根没经过新川的手，应该不会有毒，于是才放心的大快朵颐起来。吃完东西，我坐在沙发上，余光瞥见那束红玫瑰还静静地躺在沙发的角落里。我倏然想起了昨天新川说的话，他说他买的另一束花是带到医院去探病了。我马上拿起手机，找出昨晚行车记录仪的录像，想看看他到底是不是去了医院。然而不看还好，这一看，差点吓得我丢了半条命。精彩故事下期更精彩，感谢收看。